大家好，我是张大哥。那现在我们要进行的是这部从台北来的黑色 R107-280 CSL 的6缸分油盘的回装引擎测试。这个分油盘在大哥机的上面我们所发现的问题就是说它的供油不足，稀薄燃烧所以尤其其实还有一点就是说，它这个地方，我们看这个地方是汽油泵浦进油打过来，从这里进来，从这里流回油箱的。其实它这个滤芯它严重堵塞了。那再来，大哥是把它换掉以后换掉以后，我们测出来它在大哥机台上面是1分钟全油门是140ml。那标准的话应该在170左右，那它严重供油不足，那再加上它这个进来那个滤芯堵塞的，所以车子很难发动发动起来之后呢又冒黑烟，是因为它因为吃油不足，然后就把氮素混合比的调浓，它才有办法启动。启动之后呢又冒黑烟，那吹又吹不动它这个分油盘是因为它膜片破掉了。导致于说它的压力差上不来，造成它供油不足大哥已经把它处理好了。那所以说再来它4支喷油嘴大哥都全部都换新了。那火星塞的部分，火星塞部分是 OK 的，它用杯炉的是没有电阻的，火星塞是 OK。那高压线跟分电盘我大哥测试它火花都还是 OK， 这没有问题。那这部车大哥有处理的，还有后面
它的那个汽油帮浦哈跟汽油滤芯，原车主他已经换新了，那换新了那油箱出油量也 OK 没有问题，油箱也没有堵塞，那就是的蓄压器哈，因为蓄压器漏油，大哥必须更换，否则它压力会上不来，可能会热车会不好发动。这个地方大哥有处理了，就大概是这些地方。那这部车子大哥试车的结果，它缸压非常好，缸压都在10到11之间，完全没有积碳。那代表这个引擎它理论上应该是要很顺畅，但是呢，在大哥的试车结果，大哥觉得马力不足，供油都很正常，火星车烧出来也很漂亮。但就是马力不足，那马力不足的话，有可能，当然是有可能。它里程数好像是10万嘛，但是里程数是不高，那也许就是说它的活塞稍微紧了一点，还是怎么样？高速吹起来并不是很顺畅，因为 M10的引擎的话，我大哥碰到的太多了哈，比如说280 SEL W16。还有 R107 280 SEL都很多都是用 M10，就是1985年之前的280都是用这个 M10引擎。那比较下来，这个引擎顺畅是顺畅，但是马力不足。马力不足的时候呢，也就是说它马力比较钝啊，也不是说马力不是 N 不顺，是马力就是感觉上就顿的哈。那这个问题可能就是说，大哥整修好以后，那我们多跑长途，然后让他多跑一跑，理论上应该马力会上来，也就是说，他可能太久没有运作了哈，那没有很正常的运作，那导致说引擎整个都比较紧哈。虽然说是老引擎，但是应该跑几趟高速公路，这问题应该会改善。那引擎是很顺畅，没有问题。那这部车在冷车发动的时候，它冷车提速很好这个很难得，因为我们看到它的怠速调整现在看不到，是下面白那个调整怠速，它调整怠速也 OK。那后面它有一个真空辅助真空辅助法，那个是在做冷车提速的，它冷车提速状况非常好，完全这个部分没有故障，那就是。等一下，大哥会发动引擎，我们来看它的引擎表现。那这部车子大哥试车的结果，避震器还可以变速箱比较差。变速箱就是说它入档了，因为它这个只有3档车，它入档的时候我们红灯停下来还是有入档状态的时候，它感觉上它那个变速箱的离合器没有完全脱离，有点拖住的那种感觉，但转速倒是没有掉很多。感觉那是运转变速箱跳档是很顺畅的，是没有问题。那就是会撞屁股，会稍微撞击，这个可能要请那个变速箱的专业来看一下。那排气管是破掉很严重，很吵，导致说整个运转的品质很不好。那其实是应该排气管它后面破，中段应该也有破，后段是破一个大洞，那这个应该要改善。那引擎角不好了引擎角应该要换掉两个引擎角跟变速箱角大哥建议应该要换掉，因为它引擎角方向盘马手蛮严重的。那这部车的变速箱就是我感觉不是很不佳换挡顺畅，但是就是说感觉上是有点迟钝然后会撞屁股。然后避震器是好的，避震器没问题排气管要换。那其他的部分冷气 OK 了冷气是没有问题。因为这部车子应该是太久没有正常运作了，所以说它整个引擎感觉上是很紧紧的，很顺畅，但是紧紧的。OK， 大哥到车子里面来发动引擎，我们来看看这部车的发动引擎之后的状况。OK， 目前大概来红火，温度在60度左右了里程数是10万应该正确吧？油箱，它这个油箱有浮筒油箱浮筒，它现在这个表头不准，
它现在是大概10公升左右，可能10多公，应该是十几公升的油量啊，目前。但是 ，OK 好，大哥来发动引擎。引擎现在是冷气有打开状态哈，冷气有打开状态，来大哥来发动引擎。我这引擎就一点就着了，然后因为后面排气管破掉了，中段。尾段是破了啊，中段也破，中段声音也很吵，尾段声音也很吵，那所以感觉上整部车子运转品质很不好，但是引擎很顺畅啊。目前转速表看起来是在1000转，那个皮带压缩机皮带有点从热了以后就好了。带过来，关掉冷气。我们来看，现在转速是1000转，关掉冷气，转速会上来。它已经上来到1000，如果以这个表头是1400转左右。因为它没有怠速马达，所以说它的转速没有办法固定，开冷气跟没有开冷气固定在一定的转速。然后大哥把冷气打开，现在又回到。你这个表头是1000，等一下我们到外面来看转速的数位表，那是正确的转速。OK， 我们到外面来，我大哥把冷气关掉，才不会太吵。我们来看冷气关掉之后是这表头是1400，我们来看正确转速是多少。正确转速是1290，1250，1900，大哥把冷气把它打开，我们来看转速现在是多少。大哥把冷气打开 ，OK 好，因为它这个到一个稳定状态，900，像900、1000、930，900、950、1960。等一下温度再高的话，它稳定之后，它转速应该会在900左右现在目前我们看到800多了800多、900多、900转左右。我们来看看，现在是有开冷气状态。我们来看看它这个表头这表头偏高了现在900，但是我们看到转速表是1000所以它转速表比标准的转速高了1000转左右。大哥把冷气关掉，才不会太吵。目前这个转速是应该在1200多在1200多。我们放个打火机来看看它引擎的运转的稳定度。连动都不动了。这个是小壁纸的是小壁纸的，我们看还相当稳定，是没有问题的。就是说它的引擎角要换。那这部车子因为我相信应该有很长的时间没有正常的运作。今天我希望车主呢，这部车开回去之后呢，因为车子就很好开了常常开，那这引擎会更顺畅。因为它没有怠速马达，所以说现在转速1200多，1200多，我们来把大哥把转速把冷气打开。目前我们看到表头是1000，其实是900。我们再来看看，确认一下。920左右，950、920左右。因为它，这颗引擎目前是没有怠速马达控制，所以说它开冷气跟没有开冷气转速是不一样的。
那这个时候呢，因为我们入档的时候，我们再来试一下入档。它入档的时候的转速 ，OK， 现在有开冷气状态。我们再来试一下入档，现在是900，但是表头看到是1000。大哥踩刹车入 R 档，转速大概750左右，还是很稳定的。只是感觉上这个变速箱好像是离合器没有完全开，一直拖住了，但是转速还是很稳定的，是在750左右。750其实对真正的转速应该在600多。P 档会上来了 ，R 档。没有感觉会熄火的这种感觉，只是感觉车子一直要往后跑。目前是 R 档，好，再来 N 档 D 档，D 档现在应该900，但是看起来是1000。好，入 D 档N 档刚刚是 N 档，现在入 D 档，在750、800的时候扣掉100，那应该就是650。但现在感觉车子一直要往前跑，只是说它离合器没有完全开，这个是还有这个虚位太大了这橡皮应该要更换，这个变速箱的虚位太大了，这2个那个传动的橡皮要更换。好，我们再来做一次的现在在开冷气状态。好，大哥来，现在是来打 P 档，重新发动。我的引擎一点就着了，我运转是顺畅的，但就是说，因为这部车子感觉上引擎稍微紧了一点应该多跑，应该马力会出来就感觉上闷闷的，这部车一开起来感觉是闷闷的。今天大哥的报告就到此结束，好，拜拜。